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A 莉。不知道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以下这样的一些烦恼，像放洗手液啊或洗洁精的那个托盘装饰呢，就很容易因为遇到水积水了之后呢就发霉。那洗完澡出来之后踩的那块地垫呢，总是会担心说它是不是不够干净，想用抹布呢，却会觉得清洗起来就不是特别的方便。一打开冰箱呢，就能闻到异味，让你会觉得放在冰箱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玷污了。还有就是，如果你有起夜的习惯，或者是家里的某个角落的电灯的开关呢，并不是那种很触手可及的一个位置，很容易会被撞到。剥蒜这件事情就是又让你的手沾上味道，然后切蒜的时候呢，又很容易搞得满手都是，非常的不方便。那如果有以上这些烦恼的话，你就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今天的视频将会帮你通通解决掉它们。那首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东西呢，是一个托盘。这个托盘呢，我是买回来先放在了我们家的这个洗手间的台子上的，想说作为一个装饰，正好也可以把我这2瓶呢就给它架高起来，这样有水什么的就不太容易让这个洗手液的瓶子的底部发霉。我在 Amazon 上面刷，我就刷到了这个品牌他们在做的这一个。那这个下子呢，是由一种叫做硅藻土的材料所制作而成的，那吸水特别强了之后呢，从而去解决了我们之前就是水沥不干啊，或者是有水积在上面产生的发霉啊、长细菌啊，或者是下会有水垢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特别的好用，所以我又买了一个放在我们家的这个厨房的放洗洁精和洗手液的台子上。那首先呢，就是它特别极简的一个设计，它有2个颜色，一个深色一个浅色，我买的是这个浅色，跟我们家的洗手台啊，或者是厨房的灶台的那个水台那一块呢，就会比较的搭配。在洗手啊，或者用这个水龙头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水喷出来。冲完手之后要去挤那个洗手液的时候呢，也会把水带过去。那像这一个架子呢，它就能迅速的把这个水给吸干，也不用说你非常经常的要去清理这个架子。那像这个的话，因为它吸水特别的快，你们可以看到，就一会儿它就干了，就颜色就完全没掉了。它就是可以很好的去避免水积在那里发霉。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托盘架子是同一个品牌的，我也是在 Amazon 上面买的，是他们家的这个地垫。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家用的是那种很传统的，上面有一层毛，下面有一个防滑垫的那种像大毛巾一样的那种浴室出来的 bath mat， 有一点不太好，就是如果你洗完澡吹头发什么的，就很容易把头发呀什么粘在那个上面，然后你也看不太清楚。地垫呢，它清洗起来就不是特别的方便，因为它很大。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找个代替品，就被我找到了同一个品牌的，也是用这种硅藻土所制作而成的这个 bath mat， 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来的时候呢，就是一整块的，底下呢垫了一个防滑垫，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不会让你滑倒。踩上它呢，它是会把你踩过的流下来的水都给吸干净，而且因为它比较光滑的表面，所以如果你沾上头发呀，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而且清洗起来也很方便。我们家的扫地机器人过它的时候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不高，所以我觉得这个垫子虽然说它不便宜，可以用很久，而且你也不用经常去打理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接下来这个好物呢，是一个电动的多功能绞肉料理机。我买它的原因就是想要让它来处理我的蒜。我觉得中国人应该都很喜欢蒜这个东西，没有蒜呢，香味少一半。然后之前我们家用的呢，都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拉蒜器，一个绳子拉出来，然后它就会转那个刀片。那我之前用的那个呢，就是它坏掉了，而且每次拉蒜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像在做一个苦力活，每一份呢还不能特别的大，特别大的话呢不太好拉开，效率不是很高的一件事情。后来呢，我就看到了九鼎的这一款，它是可以从帮你剥蒜到最后变成一个蒜泥调融服务，帮你解决跟蒜有关的任何问题。到手了之后呢，发现它确实很好用。比如说，如果你买的是那种没有包好的蒜的，它也是可以帮你去蒜皮。它有一个专门的去蒜皮的头，就你把它接上之后呢，把蒜掰开来放进去，你一摁中间那个电动按钮呢，它就会帮你自动的把蒜皮剥落。完了之后呢，你只需要把那个剥好的蒜放进去，
换上它的这个 S 型的双层刀片，一下就能帮你把蒜都给它拉好，而且是非常均匀细密的，速度特别的快，而且你也看到了它底下这个盆的容量还蛮大的，所以你一次呢是可以拉很多很多的蒜，放在保鲜袋里，然后拿筷子呢横竖压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煮汤面的时候啊，或者是想要拌一点凉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从冷冻柜里拿出来，这样一掰这个小方块放在你任何想要放进去的菜里边呢，就可以立马使用，而且因为冷冻嘛，所以它的蒜泥的那个味道还是很好的。那像这个电动绞肉机呢，我还拿它做过牛肉泥给我们家的狗狗 T， 把牛肉啊、红薯啊，就是胡萝卜呀这种它不是很喜欢吃的，直接把东西放到它这个电动绞肉机里面一打，全都变成泥了，混着肉香，它根本分不出来什么是肉，什么是红薯，所以它就会很开心的把所有东西都给吃掉。那我觉得不管是给狗狗做东西，或者给宝宝做东西，道理都是一样的嘛。你给它打成糊糊了之后，它就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还蛮香的，就会好好的吃饭了。用途是很多的，就是你任何想要搅拌的、想要打成碎泥的东西都可以啊。像过节的时候会包饺子啊、做肉馅啊那种东西啊，你也可以用这个绞肉机自己搅。而且它因为是点动式按压的，所以你要停的时候，手指一抬起来，它马上就停了，这个也蛮好控制的。而且刀片呢是被锁在里面的，整个来讲操作方面是非常安全的。那像这个碗呢，我还看中它一点，就是它非常的好收纳。因为我搬来这里之后，就房间变小了，没有以前那么大了。那收纳呢，就是我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情。我的衣帽间呢也不太够用，之后也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衣帽间的一些收纳的小巧思哈。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它可以把3个不锈钢碗套在一起之后呢，都放在所有的刀片啊、刀头啊都放在同一起，然后最后呢出来了，只有这么大一个大小，挺不占空间的。而且它有3个碗嘛，然后上面都有不同的标识，专碗专用。那像这个绞肉机呢，是我在华人生活馆上面买的。我这次搬家的时候呢，淘汰了很多东西，但是呢，我还留下来了，比如说电饭煲啊、豆浆机啊，就是这些真的是很好用的一些产品。像北鼎的蒸锅呀，我也都有留下来。我觉得像这些能够帮你快速的做完一餐的这些好的一些小家电呢，确实是我们现在的人很需要的一个辅助。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提升了你一个做饭的一个体验感，很棒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那说到厨房这一块呢，我还有一个小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种厨房纸巾，它其实是一个可重复利用的厨房纸。那像我们之前一般所使用的就是那种 paper towel 啊，我们虽然说是在 Costco 买的，价格也不贵，但是每一次这样一抽一抽的，我总觉得好像有点浪费，而且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重复利用，你不能把水拧干了之后再给它张开来再用，它很容易就是会烂掉。所以呢，我就在 Amazon 上面找到了，它是有点像我们以前用的那种抹布，它没遇水之前呢是干的，是硬的，一整张的。那遇水了之后呢，它就会变软，它有很多好看的花纹可以选择。那一块抹布呢，在我们家基本上可以用到1个礼拜、2个礼拜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再去换掉。不论是拿它去擦桌子啊，或者是去擦碗啊，或者是去，比如说我做咖啡的时候，我会有一块专门是拿来我做咖啡的时候当我的咖啡抹布用的。首先我觉得它比起正常的抹布，它的尺寸是要友好很多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正方形，就你不用太担心说那么大块你拧半天拧不干。还有呢，就是它的吸水性。抹布的话你是要看材质的，有的材质它不是很吸水，还有的呢用久了抹布它是会有味道的，因为它比较大，然后水又没有办法干透。等到下一次你要再使用的时候，它没有完全干透的时候呢，你再继续去沾水的话，它就很容易有一个味道积在里面。那像这个的话呢，它干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它没有像抹布一样那么容易流水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如果你是用那种很传统的抹布的话，它的那种纤维可能比较粗，擦你的桌面台面的时候，它就会留下水渍。可能如果是浅色的台面就会看不太清楚，但如果是深色的话，就一眼看出来，就干了之后那个水渍还在那里。那如果你有
再想找 paper towel 的替代物的话呢，这个抹布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东西呢，也是厨房里边要用的东西，就是我这次搬家之后呢，我发现我们新家的这个冰箱呢，有一点点的异味，我也不知道这个异味是从哪里来的。按道理来讲，它也是清得很干净了。后来呢，因为有这个异味，我们又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彻彻底底的再清洁了一遍，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味道。所以我就每次打开冰箱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冰箱是不是不干净啊？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上网在 Amazon 上面找到了一个这个就是臭氧除味的一个东西，它很小个，白色的，放在冰箱里呢完全不占地方，它是充电式，你给它充满电之后呢，它能用挺久的。那确实呢，把它放在冰箱里大概1天2天之后吧，我的冰箱就没有味道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被就冰箱的异味困扰，或者是你搬了一个新家，然后你发现那个冰箱有点味道，或者是你觉得你们家冰箱东西太多了，然后很容易窜味、吸味什么的，我真的很推荐你买一个这个东西啊，它就可以放在冰箱，等到它没电的时候拿出来充电一下，然后再继续使用放进去。我就是一直给它开着，然后呢，它确实呢能够帮我做到一个除味的这么一个功效，就不会再有那种一打开冰箱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就是浮出来这样。接下来呢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浴室里边用到的东西，花洒。像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呢，房东给的那个花洒呢是那种很老式的一个固定机位的一个花洒，那花洒呢就不能动，然后呢它又特别特别的高，就感觉那个出来的那个力也不是特别的强。后来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下功课呢，去买了最多人使用的这个牌子。安装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一个扳手，然后把之前的花洒卸下来之后呢，再直接把现在这个拧上去就好了，非常的简单，没有任何的技巧。它出来了之后呢，我觉得整个体验感真的是好太多，因为你可以自由的去使用这个花洒，你不用担心说我一定要凑到那个固定机位面前我才能洗得到澡。还有就是呢，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呢，就是它有一个 massage 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调节水压，它会把水呢都集中到一起，然后你就可以冲你的背或者是肩膀。我很喜欢拿它来冲我的肩膀跟背，就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干的很正确的一件事情，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花洒。还有呢就是几个小东西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感应灯条，我建议大家去选择那种贴着的，不需要插在插座上的电池的，然后你只需要把它粘在任意一个角落，走到那个范围之后它就会自动亮灯，我感觉还蛮好。起码我起夜了之后呢，我没有再被那什么门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绊倒过，因为它就会自己帮你把灯亮起来。还有一个灯条是这种长条形的灯条，这个的话呢我是贴在了我的衣帽间里面，因为衣帽间呢它其实进去蛮黑的，有些时候我又不太习惯去找它的那个开关在哪里。这个灯条呢是一个充电式的，那它呢是可以整个这样拿下来充电的。运作的原理呢也是一样，就是你人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呢，它就会感应到，然后就会亮起来。它呢是来的时候配了2片小瓷片，你把那个瓷片呢放在了你想要的位置之后呢，就粘上去之后呢，那个瓷片就是固定不动的。但是连接瓷片的呢是一个长条形的，那下面就是灯了。那这款呢是充电式的，如果你需要充电的话，就直接把这整条拿下来，充完电之后这样往上一吸，它又能装上了。大概这么一点点亮光也就够我用了，我还蛮喜欢的。而且呢省电，你不会再像我以前那样就经常忘记关灯。就是抽屉里边的这个防滑的垫子，不同品牌的。那我先说一下，我觉得最好用的是我之前在 Amazon 买的这一款 ，IKEA 也有。用下来之后呢，感觉不会让你一打开抽屉之后呢，就东西会变得乱七八糟的，因为你的这个挪动嘛，它就固定在那里了。我觉得非常适合拿来垫在抽屉底下。还有就是这种无痕的钩子，不管是你自己买的房也好，或者租的房也好，你不想要让它留下痕迹的话，就去找3M 的这种，它的所有东西呢都是无痕的，你就算搬走了、撕掉了，它也不会损伤你的墙。那像这种无痕胶条呢，它不仅有这种带钩子的款式的，它还有可以就是贴相框的、画框的那种。那像那种胶条呢，就是你贴你
比如说你想要挂起来的画啊，然后比如说你一些很好看的照片啊，给它贴起来的时候呢，就你不用太去担心撕下来墙壁会损毁。3M 这个胶条呢，也是我从旧家一直用到现在的，然后会把我比较推荐的几款吧好用的那个贴相框的胶条呢，我都给它找好链接放在底下的信息栏里。那最后一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的。我妈妈跟妹妹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拍了很多很好看的一些拍立得的照片，我就想说，想要把拍立得制作成一片墙，可以展示一下。我也不想把拍立得像那个相铺收藏一样，把它就收起来，这样就看不见了嘛。我想要展示到我每天都能够看得见的一些地方，所以呢，我就在网上找到了这种毛毡板。它是可以钉那种小钉子进去的，然后不会有很明显的一个痕迹。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不希望我的拍立得呢中间有个洞，就是被钉子钉过的那个洞，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夹子。这个夹子呢是后面呢是带一根钉子的，但前面呢是一个夹子，所以你就可以把拍立得夹起来再钉进去。这样的话呢，你就既不会损坏到拍立得，然后你也可以随时的去调换你想要放上去的照片。那现在这个照片墙就还没有填满，那我觉得呢，就之后可以，比如说朋友来家里做客啊，或者去哪里玩啊，就是用这种拍立得拍下一些比较纪念 moment 的这些照片呢，我就可以给它放上去，有点像创造一个回忆墙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有在用拍立得，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是拍完的照片的话，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办法。那好，今天这一期好物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之后呢，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呢，会跟大家分享在这种比较小面积的家庭的一些收纳。那如果你是新关注我的朋友们呢，非常感激你能够订阅我的频道。之后呢，我会努力做出更多好看的视频给大家。那下一期视频呢，应该会是一个换季穿搭的一个灵感分享。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先订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下一次我更新的时候你就能收到提醒啦。那我是Eileen，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